老祖宗常说，发为血之余，可很少有人知道，你的头发里就藏着你这辈子的因果。你还记得第一次看见自己白发的那天吗？我问你，你当时是不是心里咯噔一下，慌的真是那根白头发吗？不是的，你怕的不是不好看，是突然意识到自己老了，怕往后的日子越过越没用，怕孩子不靠你了，怕身体说垮就垮，怕人生稀里糊涂就走到了头，还有好多事没着落。说白了，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头上长白发，而是人还没老，心先枯萎了。很多人不知道，在我们老祖宗的医学里，头发是怎么长出来的？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是靠你身体里的气血，在滋养了五脏六腑之后，剩下多余的精血才往上走，长成了头发。佛法讲相由心生，你的身体其实就是你心念的镜子，所以你头上的白发，它不单纯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它更像是一张你前半生情绪的对账单，是一笔实打实的业力账单。你想想看，你前半生的压力、执念、受过的委屈、生过的闷气，你以为事情过去了就算了，没有的，因果是不虚的。那些散乱的心念，最后全结成了果报，写在了你的头发上。为什么有的人40岁就满头白发，有的人70岁却还精神抖擞？这根本不是年纪的区别，而是心力消耗的厉不厉害的区别。今天你不妨拿面镜子，仔细看看自己的白发，最先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是在头顶，是前额，是两鬓，还是后脑勺？你不要觉得长在哪儿都一样，不同的位置其实藏着你人生不同的执念，不同的因果。咱们先说第一种，很多人白头发最先是从头顶开始白的，也就是发旋那一块。头顶对应的是什么？在经络上，这是督脉走的地方，对应着你的心气。为什么头顶先白？佛法里讲得非常清楚，这叫攀缘心太重，苦在求不得。什么是攀缘心？就是你的眼睛永远盯着外面，心神永远在外面飘着，总想抓住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你们去看看身边那些头顶先白的人，很多人这一辈子活的那叫一个累，因为他极度在乎面子。年轻的时候比工作，比房子，老了以后还在比谁的退休金高，比谁的孙子成绩好，看到别人过得比自己好，自己心里就酸溜溜的，总觉得气不过。这就叫向外攀求，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总觉得自己的面子比天大。这种虚荣心和攀比心，在佛家看来就是一团无名的业火，叫心火上炎。你越是往外求，这把火烧的就越旺。你每天脑子里算计的都是别人怎么看我，人家是不是瞧不起我，深深的把你督脉里的精气，你心里的心血全给熬干了。你为了别人的一句好评，为了老友群里的几句夸奖，把自己的命气都搭进去了，换来满头白发，你说亏不亏？咱们人到了后半场，最大的悲哀就是把精力都浪费在了外人身上，天天扮演一个光鲜亮丽的假人，自己暗地里却耗尽了油，这就是外向攀缘的巨大代价。可是诸位要知道，外面的虚荣虽然要命，但在家里关起门来的瞎操心，同样极其伤身，甚至伤得更深。有一种白发不是长在头顶，而是全白在前额上。有多少人，尤其是当母亲的，过了60岁以后，头顶还没怎么白，前额这一片却全白了，就像下了厚厚的霜一样。
为什么会长在前额？老祖宗的医学里讲得明明白白，前额这一块对应的是咱们的脾胃。中医说思伤脾，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心思太重，脑子永远停不下来，最耗损的就是脾胃的气血。脾胃一弱，气血生化不出来，前额的头发自然就白了。那这股停不下来的心思到底在想什么？咱们佛法里把这个叫做妄念。什么叫妄念？就是你想管那些你根本管不了的事，你想去强行改变不属于你的因果。很多女人过了60岁，明明自己都退休了，该享福了，可她脑子里全是儿女的事，儿子工作稳不稳，女儿婚姻幸不幸福。只要儿女白天有一句话没顺他的心，他能翻来覆去胡思乱想一整夜，这就叫越界操心。有位老母亲今年62岁，年轻的时候丈夫走得早，她一个人辛辛苦苦，既当爹又当妈，把女儿拉扯大。她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女儿能嫁个条件好，门当户对的人家，千万别像自己当年那样吃苦受罪。女儿30岁那年谈了一个男朋友，小伙子人挺踏实，就是家境一般，是个普通职工。这位老母亲一看天都要塌了，她觉得这绝对不行，这不仅会毁了女儿一辈子，也是在打她这个当妈的脸。于是她开始了一场漫长而残忍的阻击战。一开始她只是天天在饭桌上念叨，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她偷偷记下了女儿社交账号的密码，趁女儿洗澡的时候登进去看人家小两口的聊天记录，然后按照自己的标准去逐字逐句的挑刺。女儿发现后跟她大吵了一架，这位老母亲不仅没觉得自己做错，反而觉得委屈极了。她跑到女儿的房间门口，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得撕心裂肺。我省吃俭用养了你30年，哪怕不吃也要供你读书。你现在为了一个外面的穷小子，连妈都不要了。为了逼女儿分手，这位62岁的老人竟然开始绝食，整整2天呢，穷小子滴水不进，躺在床上面色惨白。女儿终究是心软的，看着相依为命的母亲奄奄一息，小姑娘崩溃了。她当着母亲的面给那个小伙子打了个电话，哭着提出了分手，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3天没出门。这位老母亲觉得自己赢了，她成功的把女儿拉回了所谓的正轨。紧接着她又托人给女儿安排了各种相亲局，逼着女儿去见那些条件优越的相亲对象。女儿就像个提线木偶一样，麻木的化妆，麻木的出门，麻木的回家。直到那一年除夕夜，这个家庭迎来了真正的绝境。那天晚上，老母亲特意包了女儿最爱吃的3鲜馅饺子，热气腾腾的端上桌，满脸堆笑的给女儿夹菜，说：你看，妈给你介绍的那个王局长的侄子多好，过完年你们就把事办了，妈这辈子也就放心了。屋子里的电视正放着热闹的节目，可饭桌上却安静的让人害怕。女儿没有动筷子，她慢慢抬起头看着对面的母亲，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没有眼泪，也没有一点活人的光彩，就像2口枯井。女儿盯着母亲，一字一句地说：妈，饺子真香，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活成一个死人了，你现在满意了吗？听到这句话，老母亲手里的筷子啪的一声掉在了桌上。她忽然意识到，坐在自己面前的已经不是那个会笑会闹的女儿，而是一具被她亲手抽干了灵魂的躯壳。
过完那个年，女儿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她拒绝和母亲说哪怕一句话，甚至在病情稍微稳定后，直接搬到了另一个城市租房住，彻底切断了和家里的联系。留给这位老母亲的只剩下一套空荡荡的大房子。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她因为极度的焦虑、悔恨和日夜睡不着觉，前额的头发全白了，像顶着一层散不去的雪。老朋友们，这位老姐姐错在哪里？她真的是为了女儿好吗？咱们用佛法的智慧来看透这件事，这根本不是纯粹的母爱，这是贪嗔痴里头极深极重的贪。他贪恋什么？贪恋对女儿命运的绝对掌控权。他把儿女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当成了自己人生的延伸。他误以为自己多吃过几年苦，就有资格替别人去挑选因果。佛法讲万法皆是因缘，每个人投生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自己注定要走的弯路，注定要吃的苦，注定要了结的缘分。你仗着长辈的身份强行插手，这叫越界造作。你想替孩子挡灾，结果就是夺走了他们成长的机会，把他们生命里的结束硬生生地转嫁到了你自己身上。你用勒索式的情感把孩子绑在身边，最后不仅耗干了自己的脾胃命气，长出了满头白发，更是把最亲的人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笔业力账单实在太沉重了。我今天在这儿想问问听讲的各位母亲，过了60岁，你是不是还觉得放不下？是不是总觉得孩子离开你的规划就会摔跤？你仔细想想，你替所有人操心，谁来替你养命呢？儿孙自有儿孙福，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这是敬畏天道，是对因果最大的尊重。把手松开，才是后半生真正的慈悲。好，讲完了家里操碎了心的女人们，这前额的白发是怎么被妄念熬出来的？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一转，看看家里的男人们，或者是那些在家里当顶梁柱，习惯了把所有事都扛在自己肩上的人。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很多男人一过45岁，哪怕前额还是黑的，两边的鬓角却突然开始大片大片的变白。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老祖宗的医学里，两鬓走的是胆经，对应的是咱们的肝胆。中医讲肝主疏泄，肝最怕什么？最怕憋闷。很多人以为最耗肝的是熬夜，其实不是，最伤肝胆的是你遇事硬撑，是憋在心里的火和委屈。很多中年男人表面看着稳如泰山，其实心里全是压着的重担。工作不顺心，不敢跟老婆说，父母生病了，自己一个人偷偷去凑医药费，甚至在外面受了天大的委屈，回到家也只是在楼下车里多抽2根烟，进门还得装作没事人一样。这种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责任感太重，总觉得自己不能倒下，绝不肯向任何人示弱。时间久了，肝气严重郁结，这股憋闷的气血耗散不出去，白发就开始顺着两边的鬓角疯狂往外冒。这种史称在世俗看来叫有担当，可是诸位要知道，在咱们佛法的智慧里看，这恰恰是犯了修行中最深重的一个大忌，这就叫我执。什么是我执？用大白话讲，就是总觉得我最重要，总觉得没我不行。你以为你是在负责任，其实你是在妄图以一己之力去对抗天道的自然运转。你把原本不该你一个人背的因果强行压在自己身上，这股违背规律的轴劲儿不仅会毁了你的身体，还会招来巨大的反噬。宋朝的时候，
有一位极其著名的宰相叫王安石。当时的他看到大宋朝廷内忧外患，国库空虚，老百姓日子不好过，他心里急呀，他想要力挽狂澜，想要凭一己之力把整个天下给救回来。这种想要挽救苍生的发心好不好？当然好，可是他的我执太重了，他觉得全天下只有自己是对的，只有自己的心法能救国。他最渴望的是用变法重塑江山，但他心里最深层的恐惧是害怕国家在他手里烂掉，更恐惧别人证明他走错了路。于是冲突开始升级，他推行的新法极其激进，下面办事的官员为了政绩强行摊派，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这时候他身边那些几十年的知心老友，比如苏轼这些明白人，纷纷跑来苦苦劝他，老王啊，步子迈得太大了，老百姓受不了了，赶紧停一停吧。换做一般人听到这么多反对声，总该反思一下。可王安石偏不，他的我执在这个时候膨胀到了极点，他认定你们都不懂我，你们都是阻碍国家变好的绊脚石。他大笔一挥，把苏轼这些反对他的老朋友全部贬出了京城。他每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通宵达旦地批阅公文，死死撑着整个变法的大局。长期的急躁、憋闷、不被人理解的委屈，加上极其旺盛的肝火，让王安石在短短几年内两鬓迅速如霜雪般全白了。到了熙宁7年，天降大灾，大旱整整10个月，滴雨未下，老百姓地里颗粒无收，却还要被逼着去还新法的贷款，一时间卖儿卖女，流离失所，整个国家都快被逼到悬崖边上了。就在这个时候，有守城门的一个小官叫郑霞，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把城门外那些饥民饿死、流浪的惨状原原本本地画成了一幅流民图，冒着杀头的风险呈给了皇帝。皇帝打开那幅图，看着上面惨不忍睹的景象，当场就哭了，叹息着说要废除新法。所有人都以为面对这样如山的铁证和惨烈的代价，王安石总该认错了吧，总该服软了吧？没有，王安石站在大殿上，双眼通红，他不仅没有退半步，反而咬碎了牙关，死死瞪着那幅图，对着满朝文武和皇帝怒吼出了一句极度尴尬自用的话：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什么意思？就是老天爷降下灾祸，我也不怕，天下人骂我，我也不在乎，只要我认定是对的，哪怕硬扛着老天爷，我也要干到底。各位老朋友，听完这句话，你们觉得这是气魄吗？在佛法看来，这是愚痴到了极点。一个人就算你初衷再好，你怎么可能扛得住天下人的共业？你怎么可能扭得了天道因果？这种极端的死撑和我执，终于迎来了最惨烈的反噬。就在他吼完这些话不久，他最器重原本被视为接班人的亲生儿子，因为卷入变法的巨大压力和纷争，突然疾病发作，狂乱而死。儿子的死直接击碎了王安石最后的精神支柱。紧接着新法彻底推行不下去，他被朝廷罢免了宰相的位置，灰溜溜地赶回了老家。晚年的王安石退居在中山，那个曾经想要把天下扛在肩上的强人，最后只能孤零零地骑着一头小毛驴在山道上徘徊。他看着自己两鬓如雪的白发，回想起当年那些被他赶走的老友，回想起惨死的儿子，
这才终于明白了一个冰冷的因果铁律：人力永远无法强扭天道，你再强大也背不动不属于你的业力。诸位想想看，咱们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当父亲的，有多少家里的顶梁柱，活得就像王安石一样，在家里伴侣做错了事，你一边生气一边替他擦屁股，兄弟姐妹遇到烂摊子，你明明自己家底都掏空了，还要咬着牙去借钱帮他们填窟窿。你总觉得只要我再撑一撑，这个家就不会散，只要我再扛一扛，所有人都能过得好。可是你凭什么觉得你能扛得住每个成年人都有他自己造下的业，都要去受他该受的果报？你强行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不仅剥夺了别人成熟的机会，更是把自己憋成了肝郁气滞，两鬓早衰。你以为你在替天行道，其实你只是放不下那个我在家里最重要的虚假面具，把担子交出去吧。学会认怂，学会示弱，这不是无能，这是对因果的敬畏。不过话说到这里，咱们还要再往深处挖一挖。无论是前额的妄念，还是两鬓的死撑，如果你顺着这些执念继续往根子上找，你会发现这些向外抓取拼命硬扛的行为背后，其实都藏着一种极其深沉极其隐秘的恐惧。这种恐惧让很多人的白头发悄悄长在了一个平时根本看不见的地方，后脑勺。直到有一天去理发，或者老伴在背后提醒一句，你这后脑勺怎么全白了，你心里才会突然一惊。为什么后脑勺的白发最让人心惊？在老祖宗的医学里，后脑对应的是咱们的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里面装着的是你这一生最根本的生命底气。一个人如果后脑勺大片大片的变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不是在伤情绪，他是在实打实地抽干自己的命根子。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能把人的肾精命气给抽干呢？咱们老祖宗留下一句话，叫恐伤肾。在佛法里，这叫做对无常的极度恐惧。人到晚年以后，最怕什么？怕老，怕病，怕没钱，怕失去依靠。这种深层的没有安全感的恐慌，就像一个填不满的黑洞。为了对抗这种未知的灾祸，很多人开始像疯了一样去透支现在的自己，妄图去买断一个绝对安全的未来。我见过一个做建材生意的小老板，50岁出头，本来大半辈子的打拼，手里已经攒下了2套房和一笔不少的积蓄，日子完全可以过得很舒坦了。可是有一年，他身边一个非常要好的老朋友突然查出了恶性肿瘤，短短半年时间，在重症监护室里砸进去上百万，最后人还是走了，家里也掏空了。这件事硬生生的把他心里的那个恐惧给彻底勾出来了。从那以后，他整个人全变了，他开始疯狂的焦虑，算计着自己手里的钱，总觉得如果将来自己也生了这样的大病，或者老伴儿倒下了，现在的存款根本不够看，他极度渴望能存够一笔巨大的绝对安全的养老大病钱。他最害怕的就是将来病倒在床上没钱治，要去看儿女的脸色，连一点做人的尊严都保不住。为了攒够这笔所谓的救命钱，他开始了极其残酷的自我透支。白天在工地上连轴转眼，晚上为了省租金和路上的时间，他甚至连家都不回，直接拿2块木板拼一拼，睡在满是粉尘和机器轰鸣的车间里。他原本就有高血压，老伴让他吃好一点的
进口降压药，他舍不得，非要去小药房买最便宜的那种，甚至有时候觉得头不晕，他就自己把药片掰成2半吃，硬生生的省了几十块钱。长期的惊恐失眠、高压和营养不良，让他整个人像被抽干了水分一样，迅速干瘪下去。也就是在那1-2年里，他后脑勺的头发不知不觉全白了，白得像盖了一层厚厚的霜雪。他身体其实早就开始报警了，经常性的腰酸腿软，偶尔眼前发黑，有时候爬个2层楼都喘不上气，可是停不下来啊。他心里的那个恐惧每天都在拿着鞭子抽他。有一天晚上，老伴儿实在看不下去了，跑到车间里，看着他那一头刺眼的白发和惨白的脸色，哭着求他：老头子，咱们别拼了行不行？赚再多钱，人要是没了有什么用？你跟我回家好好睡一觉吧。换作旁人，这时候早该醒悟了，但他没有，他被心里的恐惧彻底掩住了。他红着眼睛，像一头被逼到绝路的野兽，冲着老伴怒吼：你懂什么？我现在不拼，不把钱攥在手里，以后我躺在病床上，谁管我？指望那2个没良心的孩子吗？我现在拿命熬出来的，都是咱们将来的命钱。就在他吼完这句话的第2天下午，正在工地上搬货的他，突然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巨响，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了水泥地上，突发脑溢血。命虽然在急救室里捡回来了，但人彻底偏瘫了，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后半生只能永远躺在床上，靠人端屎端尿。最让人觉得心里发凉的是什么？他前半生拼了老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的那大几百万存款，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像流水一样，全部交给了医院的缴费处。他用命换来的钱，最终全用来买命，不仅1分钱没留下，还把整个家拖入了无尽的痛苦里。各位老朋友，听完这个事，你们觉得他是不走运吗？在咱们佛法的智慧里看，这叫最大的无明。他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缘起性空，他不明白世间万物都是无常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安全感。生老病死，这是天道运转的铁律，不是你靠存款单上的几个数字就能挡得住的。他错就错在妄图用过度透支当下生命力的方式去抵御一个还没有发生的未来风险。这就好比一棵树，为了防备冬天可能要下大雪，竟然在夏天的时候自己把树根给挖断了去当柴火烧。你天天活在对疾病和贫穷的恐惧里，这股极度不安的负面能量直接抽干了你圣经里的先天底气，底气一空，你越害怕什么，因果的业力就越快把你害怕的东西拉到你面前。你以为你在未雨绸缪，其实你是在加速灾祸的到来。你想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无常，最后只会被无常彻底碾碎。咱们多少人，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是不是也经常犯这个糊涂？不敢花钱，不敢休息，哪怕浑身是病了，还在操心存折上的数字，总觉得再熬几年，等钱攒够了，以后就好了。可人生最残忍的真相就是身体不等你啊，等你把后脑勺的命气熬白了，那口气一旦松下来，等待你的不是安享晚年，而是医院的病床。咱们前面讲了头顶的攀比前额的妄念，还有后脑勺对无常的恐惧。听到这里，很多老朋友心里可能要打鼓了。照您这么说，只要长了白头发就是业力深重，就是身体在衰败。
那人老了岂不是没指望了？大家千万不要这么想。今天咱们把话说透，真正的老去从来不是你头上长出了白发，而是你眼里的光没了，是你心里的那团火彻底熄灭了。你们去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人，同样是一头白发，有的人看上去满脸憔悴，一身的怨气，可有的人哪怕满头银丝，你一靠近他就觉得如沐春风，整个人透着一股极其安定祥和的贵气。甚至有些老人家到了70、80岁，眉毛里或者头发里会长出几根特别长特别透亮的白毫，在老祖宗的相学里，这可不叫衰老，这叫寿毛，是真正的大福相。这种晶莹剔透的白发是怎么长出来的？它是当一个人经历了前半生的大风大浪，终于把面子放下了，把对儿女的控制欲放下了，把那些没我不行的我执通通剥落之后，他原本向外四处乱跑的气机全部沉淀回了丹田里。这在佛法里就叫做定力生出了福报。清代有一位很有名的文人叫郑板桥，很多人只知道他画竹子画得好，却不知道他当过12年的七品县令。郑板桥这个人骨子里是个极其纯粹的读书人，他最大的欲望就是想做一个两袖清风，能真正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的父母官。他在山东潍县当县令的时候，老天爷降下了100年不遇的大饥荒，那真叫一个惨，地里连树皮都被啃光了，老百姓成群结队的饿死在路边。郑板桥急得眼睛都红了。县衙门里是有粮仓的，里面堆满了粮食，可按照大清的律法，没有上级衙门的层层批文，地方官绝对不许私自开仓放粮，谁敢动，轻则丢官罢免，重则满门抄斩。这就是摆在郑板桥面前的一个死局。如果他按规矩办事，把奏折一层层递上去，等上头批下来，少说也要1、2个月。到那时候，潍县的老百姓早就死绝了。他保住了自己的乌纱帽，却彻底丢了读书人的良知。可如果他擅自开仓，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能活命，但他奋斗了半辈子才换来的官职，他的身家性命立马就会灰飞烟灭。在这生与死进与退的绝境里，郑板桥做出了一个极其硬气的选择。他没有等，他当场下令砸开粮仓的封条，直接给老百姓施粥活命。不仅如此，他还大笔一挥，强令当地囤积居奇的富商劣绅大户必须按照平价把粮食卖出来。这一连串的动作不仅违背了朝廷的规矩，更是把当地的权贵得罪了个底朝天。10万老百姓因为他活了下来，可结果呢？那些被他得罪的豪绅和上士联手做局，给他罗织了一大堆罪名，一纸弹劾的奏折送到了京城，上头立刻下令要将他查办。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换作是咱们前面讲过的王安石，或者是那些把我看得比天大的人，一定会觉得憋屈到了极点，一定会写长篇大论，去跟上司争辩，去控诉老天爷不开眼，最后把自己活活气出病来。但郑板桥没有，他在这最受委屈、最该绝望的时候，突然悟透了。他看着那一纸公文，突然笑了。他发现所谓的七品县令，所谓的官威，都不过是人世间的一个虚幻的影子，一个绑住自己的枷锁罢了。就在离开县衙的那一天，迎来了郑板桥这一生最痛快、最让人难忘的一个瞬间。别的官员卸任都是8抬大轿，带着一车一车的收刮来的金银财宝，讲究一个衣锦还乡。可郑板桥呢，
他连个送行的人都没要，他脱下了那身束缚了他。12年的官服雇了3头小毛驴，一头驴驮着他那些不值钱的破书，一头驴让他那个结发老妻骑着，他自己骑着最后一头驴，手里还牵着一条大黄狗。在出城门的那一刻，他回过头看着那座县衙，回想起自己这半辈子在官场里的憋屈、纠结和算计。他拿起笔在纸上挥毫写下了4个大字：难得糊涂。写完这4个字，他头也不回地走了，一路唱着小曲回了扬州老家，丢了官，没了俸禄。晚年的郑板桥日子过得很清贫，只能靠在街头卖画为生。可是你们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连顿肉都吃不起的老头，却活得极其安稳。他每天吃着粗茶淡饭，再也不用去揣摩上司的脸色，再也不去和世俗的潜规则较劲，因为心里的火彻底平息了，原本向外耗散的气血全部养住了。晚年的他虽然胡子头发全白了，但这白发却不是枯黄衰朽的，而是根根分明、晶莹透亮，就像玉石一样。在那个年代，人均寿命才40多岁，郑板桥硬是身心安泰的活到了73岁的高寿，无疾而终。各位老朋友，郑板桥的这个结局在咱们佛法里用4个字就能解释得清清楚楚，叫做离相无助。什么叫相？领导的位置是个相，有钱人的身份是个相，甚至我是全家最重要的人，这也是个相。世间多少人因为死死抱住这些虚幻的身份不肯撒手，最后把自己的命都给搭进去了。而郑板桥之所以能化解这个死局，就是因为他看破了县令这个身份是个假象，他在关键时刻没有住在那种患得患失的执念里，该救人时绝不退缩，该放下时走得比谁都潇洒。他不与世俗较劲，反而保全了自己最纯粹的生机。诸位仔细想想，咱们活到这把年纪，还有什么看不透的呢？你头上那些发白的头发，老天爷让你长出来，不是让你去买染发膏自欺欺人，而是再三的提醒你，这半生你已经扛了太多不该扛的担子，生了太多不该生的闷气。现在到了该把那些耗损你的东西一样一样扔掉的时候了。既然知道向外求面子，越界操心儿女，死撑着我直，都是在漏福气，那咱们人生后半场的这口气到底该怎么养，到底该怎么做？很多老朋友一看自己头上长了白头发，心里一发慌，第一反应就是跑去买各种昂贵的补药，去吃这吃那，或者去染发自欺欺人。可是老祖宗的智慧早就告诉过我们，到了咱们这个年纪，最高级的养生从来不是拼命往肚子里补，而是2个字，叫做养脏。什么叫养脏？就是做减法，就是把你身上那些常年往外漏气血、漏精力的窟窿一个一个给堵上。针对咱们前面讲的这4种白头发，也就是你们心里藏着的4种致命执念，我今天给诸位定下4条具体的规矩，这也是你们后半生要认真修行的4个落脚点。你们记好了，照着去做，把你耗散的能量一步步收回来。第1条规矩是针对头顶长白发的人，这叫断绝攀缘心，彻底戒掉你的虚荣和面子。咱们前面说了，头顶发旋变白，那都是活在别人眼光里深深耗出来的病。从今天开始，咱们要修什么法门呢？叫做少听少看。咱们很多老朋友的手机里肯定有不少老同事群、老街坊群，一天到晚在里头干什么？不是在比谁家的孙子考上了好大学，
哪怕是比一比谁去外地旅游拍的照片好看，都能在手机屏幕后面暗叫上半天劲。诸位啊，这全是在把你的心血往外抽。从今天开始，那些让你看了心里不痛快，忍不住要去跟人家攀比的圈子，立刻退出去，眼不见心不烦。如果遇到推不开的人情往来，有人硬要在你面前显摆，他过得多好，你怎么办？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嘴上绝不跟他争高低，心里头也绝不许生闷气。你要在心里默念一句：他有他的福，我有我的道。把向外看、向外比的眼睛收回来，不去攀这根无聊的藤，你这督脉上的无名火就降下来了，头顶的命气也就守住了。第二条规矩是针对前额大片变白的老母亲们，这叫平息妄念，把因果干脆利落地还给儿女。老母亲们，你们下半辈子要想活得安稳，必须强迫自己修一个闭口禅。儿女们长大了，成家了，如果回到家跟你抱怨工作太累，抱怨婆媳关系难处，这个时候你千万要记住，时时管住你那张操心的嘴，不要马上像个诸葛亮一样去给他们支招，更不要去指手画脚，教他们怎么做人做事。你要做的就是安静地听着，给他们倒杯热茶，弄口热饭，绝不越界去插手他们的决定。这里头还有一条铁律，只要儿女没有亲口向你求援借钱，哪怕你看着他们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你也绝不许主动把自己的养老本掏出来倒贴给他们。咱们帮孩子的边界在哪里？4个字，救急不救穷。生了大病过不去的坎，咱们砸锅卖铁帮一把，但他们命里该吃的日常苦头，该受的委屈，你必须狠下心来，让他们自己去咽。你把嘴闭上，把干涉的手收回来，你脾胃里的气血自然就能重新生发出来。第3条规矩是针对两鬓如霜，在家里死撑了一辈子的顶梁柱们，这叫破除我执，学会认怂，学会交担子。这一条做起来最难，因为你们当了一辈子的保护伞，习惯了咬碎牙往肚子里咽。但从今天起，你的身体只要觉得乏了、累了，哪怕客厅乱得下不去脚，哪怕厨房的碗堆成了小山，立刻给我转身回房间躺下休息。你的老伴或者家里人如果做错了事，惹了点小麻烦，只要不是伤筋动骨的大祸，让他自己去收拾烂摊子，你别总是习惯性的冲在最前面去替全家兜底。当你心里那股没我不行的倔脾气又要翻腾的时候，你就在心里反反复复给自己念叨一句话：这地球缺了我照样转，这个家缺了我一天也塌不下来。你要承认自己的极限，承认自己只是个血肉之躯的普通人，要学会向天道低头认怂。你什么时候把这口硬撑的轴气吐出来了，你肝胆里郁结的毒素当场就散了。第4条规矩是针对后脑勺长白发，天天提心吊胆，害怕生大病，害怕晚年变穷的人，这叫降服恐惧，学会接受无常，好好睡个觉。一个人为什么会活在深深的恐惧里？因为你总想把明天发生的事死死地攥在手心里，你想给自己打造一个绝对安全的堡垒。我告诉你，在无常面前，那都是徒劳的。如果你的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比如开始腰酸腿软、心慌气短，整夜睡不着了，请你立刻停下手头，一切耗人的破事，不要再去盘算能不能再多干点活存点钱，不要去赴那些可有可无的饭局，每天抽出半个小时什么都别干，
就单纯的找个能晒到太阳的阳台或者公园角落，闭着眼睛发呆，体会太阳晒在后背上的温度，体会你这一呼一吸的安稳。佛法里讲，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要去瞎想明天会不会得绝症，不要去算计天灾人祸，你就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在此时此刻，今晚什么都别想，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只要你能把心安住，把觉睡踏实了，不去透支当下的命换未来的钱，你的先天肾气就能慢慢养回来，你面对生死疾病的底气也就跟着回来了。咱们这4个方法，也就是这4条规矩，说到底就是教诸位怎么在后半生给自己做减法。你把攀比的心减了，把干涉儿女的手收了，把死撑的面子放了，把对明天的瞎琢磨停了，你身上的窟窿就结结实实的堵住了，精气神自然就聚拢了。这才是实打实能救命的养生之法。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听完可能转头又忘了，我今天在最后啰嗦一遍。第一，儿孙自有儿孙福，越界操心全都是妄念。今天回家以后，赶紧收起那张爱操心的嘴，只要儿女没开口求你，你绝不插手，绝不多嘴。第二，万法皆是因缘，你根本扛不动别人的业力，遇到事别再一个人死撑了，身体累了就认怂，马上躺下多休息，这比你吃什么名贵补药都管用。第三，无常才是这个世间的常态，对未来的恐惧只会提早耗干你的命数。从今天起，别再去瞎想明天会不会有灾祸，把心安在此时此刻。今晚什么都别管，好好睡个觉。你们要晓得，到了咱们这个年纪，你不去瞎操心，不去乱耗自己，你的心就定了。你整个人一安定下来，家里的磁场就跟着稳了，家里不再鸡飞狗跳，这就等于你在给儿孙积攒最大的福报。你平平安安的，就是这个家最大的定海神针。如果您觉得老头子今天说的这番话对您的后半生有帮助，请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支持这份善念继续流通。你每一次把这段话转发给身边的亲友，其实都是在把这份安定的力量传递给他们，这也是在为您自己和家人积福。最后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在底下的评论区里留下你的一句善言。你可以写愿我放下执念，心无挂碍，也可以写愿我全家安康，各自有福。你不要小看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文字是有极大力量的，咱们人的念头更有着极其庞大不可思议的能量。当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在这块小小的屏幕底下汇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想想看，那会形成一个多么强大多么安定的慈悲磁场。您今天留下的这一句祈福，这份善念的能量最终全都会实打实地回向到您和您的家人身上，护持着诸位老朋友往后的日子身心安泰，无病无灾。